婚礼前2天，闺蜜让我测试未婚夫，她不信商卓这样花心的太子爷会浪子回头，她的直觉向来很准，于是我连夜开小号装绿茶勾搭，商卓直接把我碾成了渣。哭笑不得时，他峰回路转，回我：这个无聊的游戏就陪你玩到这儿，除了你俩，我不玩其他女人。小橙子，以后找我聊骚直接用大号。小橙子是我闺蜜。脑子迅速捋完这3条短信后，我感觉自己浑身血液都凉透了。我恐慌的闭眼掐自己，最后在狂乱的心跳声中确定这一切不是梦。商卓出轨了橙子，可是怎么会？他们俩不是相看两厌吗？橙子觉得商卓配不上我，除了有钱一无是处。商卓觉得橙子是个烦人精，每次我们吵架他都劝分。视频铃声将我从回忆里扯出来，我木然地挂断。怎么不接视频？商卓问我，该不会在哭鼻子吧？来兰亭，我哄哄你。你放心，我结婚后还对你好。林展有的，你都有，包括我。我茫然地盯着手机屏幕，感觉一阵耳鸣揪着灵魂脱离了身体，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砸。泪眼模糊中，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第一次带橙子来这幢别墅时的种种细节。没有我说明，他却准确地知道我的卧室在哪儿，衣帽间在哪儿。抽走他的手机，却发现早已连上 WiFi。他说是误打误撞填了我的 QQ 密码。商卓的东方短毛猫对他意外的热情，他说可能因为他身上有我的味道。可那只猫对我很高冷，我拿玩具和零食都很难诱惑到他。可他却对着第一次见面的橙子袒露肚皮。还有橙子家里我的同款衣服、包包、口红、化妆品，有些是商卓打着哄小丈母娘的旗号经过我的手贿赂他的，其余的橙子说是追求者送的。我兴奋的八卦，他支支吾吾的不想说。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，原来是心虚。我又想起之前一起逛街，他俩当着我的面争吵争宠的画面。有几次剑拔弩张的他们是破功笑场了的，而我当时还在为他们关系缓和傻乐。这两人把我当调情工具时，把我当傻子蒙呢。我哭得眼睛很肿，脑子也晕。拿上车钥匙，一脚油门开到兰亭。兰亭是商卓的另一处住址，是安置伴郎团的地方。他们今天在这儿开 party， 商卓在这儿，橙子居然也来了。我隔着铁栅栏看见他们在泳池那儿。商卓好像喝醉了，张扬锋利的俊脸透着薄红，眼神迷离，勾着橙子的脖子往他耳朵里吹气。橙子撇了撇嘴，骄纵地把他推进泳池。围着的伴郎们玩味地起哄。商卓从水里冒头，一甩湿发，露出一张邪笑的脸。他抓着橙子的脚踝，把他拉进泳池，在橙子尖叫时把他抱起来，抵在泳池壁上霸道的狂吻。周围人群欢呼，有人在开香槟，有人在放礼花，也有人开玩笑提到了我。商卓哥哥，你后天就要和林展姐姐结婚了，今天还和她闺蜜亲嘴，这不太好吧？哈哈哈，只要你不说我不说，商卓就算是今天跟小橙子在这里趴了，他林展也不知道啊。我熟悉的商卓又回来喽。之前你那么卑躬屈膝的追林展，一副非他不可的架势，感情都是在演戏啊。我还以为你真学电视剧里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套了。商卓终于结束了那个绵长的吻，他的声音磁性沙哑，自带一股子慵懒痞气的劲儿。我是很爱林展，她也是我唯一想娶的女人，我可以宠她，爱她，跟她白头偕老。但是为了她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守身如玉。商卓笑了声，很响亮地亲了一口趴在他肩头喘息的橙子。我做不到。商卓抱着橙子上岸，把她放在躺椅上，边上的人忙给她披上浴巾，商卓扯下来盖住橙子。有人问商卓，那你今晚还回去吗？橙子抬起一双微红的眼睛看着商卓。商卓蹲下身，亲昵地捏他的脸。林展最心疼的就是小橙子了，我都才排第2位。现在小橙子伤心了，我自然是要留下来陪他。他朝身后摆手，燕城州，给你嫂子发个消息，就说我喝醉了，今晚就在这里睡，明天彩排，我再去接他。
眼泪决堤时，手机嗡嗡震动了一下。燕城州发来消息：嫂子，商卓喝醉了，今晚就不回去陪你了。你早点睡觉，明天彩排他亲自去接你。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我想了很多。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被寄养在舅舅家。表弟经常欺负我，舅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不敢告的状，橙子替我告；我不敢动的手，橙子替我动。学习上，我比橙子机灵，拿过的奖金我都分她一半花。她是家中独女，不怎么爱学习。高三那年，我每晚提溜着她，把知识嚼碎了喂给她，给她洗脑，给她画饼。最终我们考上这个城市的大学。大二那年，我发现谈的男朋友出轨，橙子闻讯后立刻杀到两人的酒店，揍渣男，撕小三。毕业那年，我们合租一个主卧单间，对未来充满迷茫，每晚盖着一张被子，乐此不疲地洗脑对方暴富后养自己。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先分半张床，后留一间房。我们从小好到大，我早把他当作家人。或许家人不会无条件爱我，但我相信他会。所以当直面他的背叛时，我连当面质问都提不起力气。曾经挺身而出帮我手撕小三的人，成了我未婚夫的小三。我全然的信任，换来了很绝的背叛。离开兰亭的时候，头顶月亮高悬，浑身寒凉。我想起了我和商卓的过往。25岁那年，我熬成了北怀 Top 1婚礼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在燕城州那场庄园婚礼布景时，我因整宿熬夜盯场子，低血糖犯了，一头栽进半米深的喷泉池中。路过的商卓救了我，他公主抱着我，眉梢滴水，眼神深邃，看我的那一帧画面让我瞬间心动。我打听到他的世家背景以及花心的传闻，也因此克制自己。但商卓戒掉所有不好的恶习，认真地追了我1年。他的追逐礼貌尊重，深情用心。那年除夕，我回老家上坟，中途手机没电，3个小时的失联。商卓担心我低血糖晕倒在荒郊野岭，驱车几百公里来找我。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田埂上，梗着脖子，无助地抹眼泪，声嘶力竭地呼唤我的名字。当时我就在想，爸爸妈妈，我这辈子就要他了。恋爱3年，我也没感觉到商卓的爱在流失。他会在商场里，在众目睽睽下单膝下跪帮我试鞋平方，会找来治疗痛经的中药，亲自守在炉子前帮我熬，会在带我见他父母之前做好深刻的思想工作，不让我受到一丝质疑和委屈，也会带我去他那个阶层的名利场，骄傲坦荡地向众人介绍我。这是我的未婚妻林展 ArtGRN 的首席设计师，你们可以叫她林小姐。她很厉害，斩获好多设计大奖。约瑟王妃那场世纪婚礼就是她设计的，找她设计婚礼方案的人都排到了后年。不对，是从后年开始预定，因为明年我们要办婚礼，大办，到时候给你们发邀请函。她的爱太热烈，太完美了，所以这个缺点才显得那么狰狞致命。我去酒店痛哭了一场，我不断安慰自己，不就是被刺吗？不就是被渣吗？还没办婚礼，还没领证，一切还来得及。远走高飞，离这地方远一些，离这些恶魔远一些。但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，凭什么我要黯然退场？我要报复回去。而且该反省的是我的见识与眼光，而不是我的真诚与善良。我没错，我很好。第2天彩排，我提前回了别墅。商卓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收拾好了情绪，但他还是发现我红肿的眼睛。昨晚哭了吗？他弯下脖颈，轻柔地吻了下我的眼皮。我满腹恶心，昨晚想我爸妈了。商卓笑了笑，蹲下身帮我换鞋。叔叔阿姨会在天堂祝福我们的。我看着商卓头顶的发旋，突然很想问他，你既然做不到守身如玉，为什么又要娶我？你不知道我的眼里容不下沙子吗？你和橙子背着我苟合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想过某一天被我知道后，我该有多难受，多心如刀割吗？我最终咬紧了牙关，咽下了这些话。商卓一直幸福地对外宣称，他将会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娶我。我要亲手把这场盛大的婚礼变成一场荒诞的喜剧。而商卓
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小丑。婚礼彩排到下午就结束了。临走时，我让商卓和橙子先去车里等我。我去找了我的助理。这场千万级的婚礼由我设计，由他统筹。和他聊完后，他满面愁云，欲言又止。我视而不见。我知道我的要求很无理，这种临时改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但我接过上百场的婚礼，比我任性难搞的新娘多了去了。我当新娘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能任性一把了？到车里的时候，司机不见踪影。商卓坐在副驾，橙子坐在后座，气氛一如既往的尴尬。我看着橙子微肿的嘴唇，嘲讽的笑笑。原来以前这种时候，他们面红耳赤，是因为背着我接吻被刺激红的呀。我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在吵架。我坐到后座，疲惫的闭上了眼睛。司机呢？商卓回我，上厕所去了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我轻轻地嗯了一声。商卓扭过头，把我的保温杯递了过来，冰糖雪梨的味道飘进鼻腔。很累吗？他温柔地问。接着他盯着橙子，语气命令道：橙子，你来前面坐。别呀！我掀开眼皮，一把拉住橙子的手，转过脸笑盈盈地看他。我还有好多悄悄话要跟小橙子说呢。商卓不满地皱眉，有什么悄悄话是我不能听的？我笑容渐浓，当然是你的坏话呀，你要听了，一准儿把小橙子丢下车。商卓哼了一声，小丈母娘，我不管你再怎么反对这门婚事，我和林展如今也修成正果了，你往后可积点口德。橙子像是猜到了什么，没再像以前那样呛回去，面色一僵，有些心虚地看我。我凑近他的耳边，低声道：我昨晚去了兰亭。橙子抖了下，握住我的手像触电一样撒开。我猜他昨晚在商卓那儿，套话知道我已经测试过商卓，但他不敢动作太大，所以他只知道我测试过商卓，不知道我测试出了哪些东西。于是今天一整天都在套我的话。我笑出声音，忍住心脏的刺痛，恶劣的开口：我全都看到了，你们的苟合、背叛。我亲亲的小橙子，我的好闺蜜，你对我真是好得很啊。橙子攥紧了裙角，转过脸，又被我强行掰过来。他朝前面的商卓使眼色，但商卓没看见。窗外有长辈跟他打招呼，他打开车门下去了。橙子想跟着下车，我抓住了他的手腕。跑什么？我寒声道，事情难道不是按照你算计的在发展吗？我在婚前知道你们俩同时背叛，然后我分手，你接盘。你自爆都不怕，我亲眼看见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？结果不都一样吗？橙子没再挣扎，转过脸，咬着嘴唇看我。我平复了下心情，冷静道：你都知道我已经测试过商卓，今天还敢来彩排，不就是想试探我什么态度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什么态度。我不会继续按照你的计划走，我会和商卓结婚，领证。我看着橙子脸上的错愕，讽刺的笑笑。你不相信浪子回头那套，同样我也不信。富家子弟哪一个不是家里一个外面一堆？你觉得我没有这点思想觉悟会嫁给商卓吗？反倒是你对商卓动心了吧？可是他真的有把你放在心上吗？哪怕是以小三的身份，而不是一个玩物。你该不会傻到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挑破昨晚的事，商卓会立刻把你丢出去，然后跪在我的脚边求我原谅，因为觉得对不起我，他会更加珍惜我几年。那你猜猜他又会怎样对你？橙子眼眶盈满热泪，我心脏一抽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还是忍不住哽咽道：你就为了他这样的人，搭上我们20多年的感情背叛我？橙子垂下脑袋抱住，用手捂住耳朵。我转过脸，也没控制眼泪。疼啊，真的太疼了，扎根在心脏里，盘根错节长了几十年的东西被生生剔除，一撕扯就带出血肉，痛得我快要窒息。怎么哭了？商卓坐进副驾，发现不对劲，转过脸时，他的眉心猛地就蹙了起来。橙子，你跟林展说了什么？怎么把他惹哭了？他下车，挤进后座，沉声道：橙子，你去坐伴娘团那辆车。橙子脸色一白，
抖着唇，难以置信地看商卓。听不懂我的话吗？商卓厉声下了逐客令。橙子抹掉眼泪，摔门而去。商卓把我抱进怀里，语气柔软地问：宝贝，告诉我，你们刚刚到底聊了什么？窗外，橙子明显身形一顿。我颤声道：你误会他了，我们就聊了些催人泪下的闺蜜情话。商卓不悦地皱眉：他有病啊！这种时候跟你说这些，影响到你的状态了怎么办？你明天还要上妆，眼睛哭肿了怎么办？他说得很大声，声音透过车窗飘了出去，钝刀一样抵着橙子的后背，催他加快步伐。婚礼当天，城堡庄严，草坪连绵。我穿着纯洁的白色婚纱，坐着装饰着鲜花的马车入场。哒哒的马蹄，美妙的琴音。商卓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站在草坪上，眼神明亮地等我。我搭着他的手下了马车，与他携手一步步走向舞台去。花瓣飘落，蝴蝶飞舞，掌声热烈。司仪开场后，商卓脱稿对我告白了10分钟。我看见他打颤的下巴，发抖的手，说到最后，眼睛又红又湿，声音也在发颤。他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提到了我们定情的那一天，提到了各种我们相处的温情点滴。可我满脑子都是他那天晚上他在泳池里说的，但是为了他守身如玉，我做不到。眼泪滚落的瞬间，商卓将我搂进怀里，我听见他胸膛里狂乱的心跳声，他特别紧张，也特别开心。我想，他是爱我的，他的誓词是真的，背叛也是真的，这矛盾的两个东西就是同时存在了。司仪说了退场白，婚礼的誓词环节改到了晚上，这和彩排的不一样。商卓意外地看了一眼司仪，我扯了下他的衣袖，轻声道：是我的意思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在鲜花环绕中，在璀璨灯光下，我迎着商卓激动的目光说出了我不愿意。司仪愕然，宾客震惊，商卓眼底的幸福骤然被惊诧取代，又渐渐变成怒火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我平静地看着他。8点的钟声准时响起，头顶灯光熄灭，远处的湖畔点燃了烟花，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烟花交织在一起，在夜空铺开，缤纷美丽，散落在湖里，飘渺得像梦境。我欣赏了一会儿，解开婚纱裙摆，轻盈地走下舞台。我用心筹备，用心刻画每一个细节的婚礼终于结束了。商卓在城堡入口拉住了我，他的脸色比夜色还沉。林展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淡漠地说出那句刺一样卡在心间的话。我是很爱林展，她也是我唯一想娶的女人，但是为了她守身如玉，我做不到。商卓愣了下，随即眉宇间浮现出怒火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橙子，是不是他？我嗤笑了一声，原来你也接受不了背叛的滋味啊。那你怎么能这么猖狂地背叛我呢？是不是他？不是，我在兰亭厅的现场。商卓眸色森然，语气越发冷硬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还忍住不说，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羞辱我。林展，你是真长本事了。我淡笑，商卓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猜我为什么要把誓词环节改到最后？商卓皱了下眉，半眯的眼睛透着锐利。因为我想完整的走过这场婚礼，我想看到今晚的烟花。我停下工作，备了1整年的婚，设计稿翻来覆去的改，奔走各地联系花艺大佬、纸艺大师，找材料，找道具公司，确保后期落地成功率高。我精确到每一个细节。婚纱试了上百件，婚鞋换了无数双，妆容也试过数十次。商卓，再也没有一个男人值得我再付出这样多的心血去和他办一场婚礼了。可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婚礼，完整的度过这场耗费众人心血的婚礼，比羞辱你重要多了。你没发现今天婚礼拍摄镜头都没有对焦过你吗？这场婚礼我自己出片就好。商卓面含怒气，薄唇抿成一条直线，一双漆黑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我。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结束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我想我的那句不愿意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。商卓沉默了片刻，颤声道：林展，你想清楚，你离开了我，
就再也找不到比我的条件还优越的人了。我笑了笑，为什么要找？我有工作，有存款，有脑子，有本事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富足快乐。你不需要婚姻成全你的事业，同样，我也不需要婚姻成全我任何东西。商卓神色冷峻，下颌线绷得很紧，苍白的灯光落在他的肩膀上，像附了一层霜。林展，你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我转身，挺直腰背，沿着沙石小路骄傲退场，只是眼泪还是顺着下巴沿途落下。我在酒店住了3天，把手机卡抽出来，把社交软件全部卸载，过了3天的闲余日子。从酒店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眼睛都不聚焦了。我打了个车去了商卓那儿，草坪上铺着被撕扯烂的红毯，铁门上的喜字也被扯下来揉成一团丢到地上。别墅里空无一人，各处都有被破坏过的痕迹，沙发歪斜，花瓶碎了一地，看来商卓曾在这里发过脾气。我轻手轻脚地上楼，开始收拾我的东西。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商卓买的，留下它们后，我能带走的很少，1个行李箱就能装下。提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，我和仰面躺在大厅地板上的商卓对上眼神。他头发蓬乱，衣衫凌乱，指尖夹着烟，吸了一口，然后在地板上摁熄灭。那张锋利张扬的脸隐在缥缈的白色烟雾中，有种荒诞颓靡的美感。我呼吸一顿，加快下楼的步伐。别走。路过商卓的时候，他低哑地开口。我脚步不停。我叫你别走。他怒吼，爬起来，3两步就跟上我，一脚踹开我的行李箱，抓住我的肩膀，将我转向他，一垂头，压迫感十足地吻上我的唇。苦涩的烟酒气味顺着唾液被传送到我的口腔里，我疯狂地挣扎起来。无用。我急出了眼泪，分开的瞬间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商卓，你滚啊！商卓慢慢地转过脸，眼神透着危险。下一秒，我被他竖着抱起，甩到了肩膀上。他一路将我带到卧室，任凭我怎么捶打都没用。我被摔到了红色大床上，晕头转向时，他脱掉外套压了下来，脸颊被酒熏得透红，冷白的手指抹开我眼角的泪，沙哑道：林展，哪个有钱的男人不出轨？我又不是圣人，你不该拿这个小题大做，毁掉我们的婚礼，毁掉我们的感情。我那天确实说了，为了你做不到守身如玉，但是我还说了，我很爱你，你也是我唯一想娶的女人，我会宠爱你，跟你白头偕老。这前半节你怎么就装听不到呢？眼泪汹涌而出，我怎么就对这样的人动了心？我屈辱怨恨地瞪他，商卓，你让我恶心，你让我恶心，你放开我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商卓不悦地皱眉，良久，他扯了扯嘴角，诡异地笑了笑。等你怀上我的孩子，就不会总想这么轻易地离开我了。林展，我们生个宝宝吧。我如坠冰窖，他释放重量压下来的瞬间，我绝望地挣扎起来。商卓，外面突然飘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一声连着一声，是燕城州。商卓，你在哪个房间啊？出个声啊！伯母都快把我的电话打爆了呀！商卓愣了下，我趁这瞬间拼尽全力地从他身下挣脱，赤着脚在冰凉的地板上拔足狂奔。出卧室门的时候，撞到门口的燕城州也没停下。下到大厅，我回了下头，确定商卓没有跟上来，才拎上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跑到外面，钻进车里，一脚油门，心有余悸地飙出几百米，才放缓速度。因为和商卓的婚礼，之前我跟公司请了1年的假，婚礼完成后有2个月的蜜月，蜜月现在没了。这个时期外界全是吃瓜的嘴，我又没法用工作麻痹自己，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去旅行。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去看了我爸妈，在他们的坟前汇报了我这段时间惨痛的经历。还好你们不在现场，要不然你们该会有多难受。一对上你们欣慰的眼睛，我可能委屈的眼泪跟着就落下来了。我爸是个货车司机，经常一趟货要跑个4、5天，夏季跑水果的货更是频繁。上一趟跑完，保养一下车，
又跟着跑下一趟。妈妈是家庭主妇，除了家务和照顾我，也做一些手工活。他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我最好的。尽管我不是他们的孩子，印象中我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少，但重要的生日、节假日，大家都在。我们最喜欢去吃城西家的米线当早餐。我坐在我爸的肩头，听着他用雄浑有力的声音喊：老板，3碗，1两2两3两。从回忆挣脱出来后，我猛然发现身边站了一个人。我转过头，看见商卓的脸，脸色瞬间就白了。我差点坐在地上。商卓看到我的反应愣了下，随即转过脸，声音很低地开口：对不起，那天强迫了你。我这几天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错得离谱。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。他投来低落的眼神，换作以前争吵时，我见着他露出这样的神情，下一秒就会心软地抱住他。此时我厌恶地皱眉，冷声道：没什么好谈的，你赶紧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他呼吸顿了一下，恍若没听见的拿起一边的黄纸，放到蜡烛上点燃，然后丢到那片灰烬里。商卓，我叫你走！我怒吼。下一秒，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，将那团燃烧着的黄纸旋转着扬了起来。橙黄的火舌狠狠地舔了一下商卓的手背，他条件反射地缩回手，看着烫红的手背，转过脸，诧异地看了一眼我爸妈的坟包。我也愣了一下，刚刚和爸妈倾诉委屈时我没哭，回忆那单薄零星的记忆片段时我没哭，情绪上涌对商卓大吼大叫时我也没哭。此时我瞬间眼泪决堤，爸爸妈妈一直都在陪着我呢。临展，商卓蹙着眉心，心疼地看我，伸手想帮我擦掉眼泪，被我侧身躲过。我抹掉眼泪，哽咽道：你走吧，我爸妈不喜欢你。商卓的眼眶一点点地红了，眼珠隐隐浸出些水色。他脊背微弯，双手紧握成拳，又松开，无措地看了一眼我爸妈的坟包，又转过脸看我。对不起。落下这句话后，他转身离开，留下一道消沉落寞的背影。我蹲在地上，望着那团灰烬，泣不成声。看完父母的第二天，我很早起床，带着行李去了机场。登机前，我接到了燕城州的电话，他说商卓在回去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伤得很严重，但是他抗拒治疗。燕城州想让我回去劝劝他。我皱眉，沉默。机场的播报声顺着话筒传了过去，燕城州在那边惊叫：你在机场了？片刻，他又降低了声音：正好，赶紧坐飞机或者是高铁过来。商卓现在情绪特别不好，你赶紧跟他说点啥，安抚一下。你开了免提是吗？燕城州像卡壳了一样，一直开着，你说吧。商卓听着的。我冷漠道：商卓，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，我不会因为你这样折腾而担心你，更不会因此回头。你对我的背叛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。话筒里传来很粗重的呼吸的声音，接着燕城州在那边暴跳如雷的吼：临展，你怎么那么狠？商卓现在命悬一线，你就在这关头跟他说这些，你是想逼死他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婚礼上戏耍商卓的事情让商卓父母有多生气？要不是商卓挨了顿家法护住你，你早被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顶着满背的鞭伤去接你，你没跟着回来就算了，现在他躺在病床上，都挂上吸氧机了，你还说这些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他那么珍视你，为了你放下身段，卑躬屈膝地讨好你，你现在就对他这样无情。我哽了一下，他要是真的珍视我，他就不会和橙子勾搭到一起。还有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之前他戒掉恶习，却没有斩断跟你们的联系的时候，我就该想到，他骨子里还是跟你们一个德行。临展，我挂断了电话，提上行李箱，踏上旅程。2个月的时间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美景，绵绵的雪山，一望无际的花海，荒凉悲壮的沙漠日落，幽深隐秘的洞窟，绚烂多彩的海底。我尽情地享受着自由和生命，对自己对世界有了很多和以前不一样的思考。我的皮肤变得黑了些，糙了些，但肌肉和精神也变得饱满了些。我开始进入独立人的世界，
游戏规则是健康、自由、资产、强大。我带着满腔的灵感回到公司，在婚礼行业大展拳脚，同时也探索其他领域。我很少想起商卓，只偶尔在清吧小酌的时候听到他们议论。商卓又变回到以前的状态，在酒吧挥金如土，烂醉如泥。身边的女人一个星期不到就换，公司的事情完全撒手不管，赛车更是每次玩命的飙。燕家的太子爷每天围着他，都快愁成老太监了，还要被商卓嫌弃。最后两人因为一次吵架彻底闹掰。我听到这些，既没有难受，也没有庆幸，而是特别的平静。我是真的放下了。这天下班的时候，刚下地下车库，掏出车钥匙，突然有人从后面用布捂住了我的嘴，我瞬间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是在商卓家的别墅，在那一排我最喜欢盘腿坐着和商卓腻歪的沙发上，对面坐着两个人，是商卓的父母。不过半年没见，他们好像苍老了一大截，连在保养上花钱不眨眼的商卓母亲，额头上也有了很深的皱纹。我对他们怒目而视，二位用这样低劣卑鄙的手段把我弄来，是想干什么？商卓父亲坐得挺拔，一脸并不打算说话的样子。僵持了一会儿后，还是商卓母亲满脸歉意道：“林小姐，这么粗鲁的请你过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商卓那孩子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教育到位，我跟你道歉。今天请你来，也是想请你帮忙，帮我们劝劝商卓。你离开后，他一蹶不振，天天酗酒，还跑去飙车。我怕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这一个孩子，求你帮帮我们吧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当初这孩子为了你戒掉这些恶习，又因为你的离开再次染上，他心里有你，只有你能让他戒掉这些，回到正轨。我恳请你帮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劝劝他。”商卓母亲说得声泪俱下，我默默地攥紧了拳头。阿姨，你找错人了，我做不到这些，也不想做这些。你们如果再次对我来这些强硬的手段，我不介意逼商卓变得更疯。商卓母亲面露痛苦地捂住了嘴，抱歉，以后不会打扰你了。话落瞬间，我听到背后传来一道低沉阴质的男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谁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的？我转过脸，对上商卓烧得透红的双眼，他脸颊上的肉轻减了些，皮肤透着不健康的白，身体在大衣的包裹下依旧高大挺拔，浓眉俊目，幽深又阴质，仿佛有暴风雨在暗涌积蓄，令人胆战心惊。全部都滚！他震怒地吼了一声，我赶紧起来，快步离开。身后传来花瓶倒地破碎的声音，还有商卓父亲的怒斥声，商卓母亲的哭声，一个接一个耳光落在商卓的脸上，他硬生生地扛着，歇斯底里地吼：“滚啊！给我滚啊！”我盯着那张照片愣了很久，然后往下滑动，看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。他们在前年认识，谈了1年半后订婚领证。每一张图片上，橙子都笑得很幸福。我能够看出，不是摆拍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。男人也英俊帅气，气质沉稳，看起来很可靠。我们曾经互相猜对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时，我就遐想过，橙子应该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。他太闹腾了，就需要一个沉稳的，能给他安全感的，能宠着他，看着他闹，看着他笑。当时橙子反应很夸张，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喜欢这种类型啊？哈哈，我不喜欢这种结婚还差不多，谈恋爱当然要找刺激热烈的男人啦。什么叫刺激热烈的男人？要酷的、帅的，不能是那种周正的帅，我比较喜欢痞帅的那种帅。会聊会哄，一个挑眉就能勾得我忍不住凑上去亲他。我想了下，商卓就是这种类型。一时间我有点恍惚，也有些感慨。我退出请柬，去看了橙子的朋友圈。他这2年过得很好，有了满意的工作，不再无所事事，有了新的圈子，和朋友相处融洽。未婚夫也对他很好，带他去了很多地方，拍了很多美照。我退出朋友圈，给他发了2句话：新婚快乐，婚礼我还是不去了，以后勿扰。我拉黑删除了橙子。其实我婚礼那天，
坦白地说，我内心是希望橙子也能来，能陪我走完婚礼。尽管我们前一天闹得那么不堪，可是他没有来。他先违背了我们曾经的诺言，所以他的婚礼我也不想去。他以后怎么样都和我无关了。我对林展是一见钟情。那天因为无聊，我提前去了燕城州的婚礼现场。来往的人那么多，搬着大件小件的道具移动，但我一眼就看到盘腿静坐在草地上的林展。他有一张堪称完美的侧脸，皮肤雪白，四肢纤细，垂下头，认真地看着手里的单子，穿着朴素，头发甚至有些凌乱，但就是令我惊艳。我以为他是新娘那边的人，但是旁边的人用很惊奇的语气回我，你都不知道啊？林展 ArtGRN 的首席设计师，林中唯一的徒弟，他在北怀可火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我不准备结婚，自然不知道这个行业谁火不火。不过林中我倒是很有印象，他早期是个挺有名的艺术家，后面投身到婚礼行业，当时还掀起一波不小的动静。林中不是不收女徒弟吗？可是耐不住林展天分高还有毅力呀，软磨硬泡让林老先生松了口当他的师傅。我被吊足了胃口，正欲上前搭话，但林展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目光一转，我看见他栽进喷泉池的残影。我下意识地冲过去，跳进水里把他捞了起来。林展浑身都湿透了，倒在臂弯里轻得像片羽毛，脸上的水顺着脸颊滚动，整个清丽的脸庞瞬间鲜活起来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我看见他满眼都是我。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自己鼓点一样密集有力的心跳声。我加上了林展的联系方式，在燕城州婚礼结束后约他吃过几次饭，他前面几次同意了，请了回来，后面就一直拒绝。很奇怪，那些名媛千金们都跟狼一样盯着我户口本上空缺的位置，他却着急忙慌地推开我。我混迹情场多年，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喜欢。我想林展跟那些主动送上门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要真心的追。我却在追逐的过程中彻底沦陷。天知道他回家上坟跟我失联的那3个小时，我有多么恐惧。恐惧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荒郊野岭，被别人捡走，被野兽吃掉。我不能失去他。而在那一天，我得到了他。确定关系后，我曾经无处释放的爱，终于有了能全部倾注到林展身上的机会。我把他宠上了天。可渐渐的，我冷静下来。有时和他一起照镜子，我感觉幸福，也感觉割裂。就好像镜子里这个完美的人并不是我。我好像为了林展，逐渐没有了自我。圈子里的朋友曾经说我是情种时，我欣然接受，现在我却觉得他们在嘲讽我。所以橙子试探我的时候，我顺水推舟暴露了本性，他借此要挟我。我觉得可笑，明明他也对我怀着不轨的心思。我拉着他入水，拉着他一起沉沦进背叛林展的泥淖。渐渐的，我平衡了爱林展和拥有自我这2件事。我没想过我出轨的事情会被林展知道，更没预料到他会在那么盛大的婚礼，在那么多双眼睛面前羞辱报复我。我感觉很愤怒。在他离开几天回来收拾东西后，我感觉到恐慌。我才意识到林展真的要离开我，而我不能失去他。酒精迷乱下，我说了很伤人的话。那些话都不是我本意，我是想好好劝他的。我想让他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保证以后对他绝对的忠诚。只要他原谅我，只要我们迈过这道坎，我们往后一定会幸福。但是他太决绝了，决绝的就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我很生气，我对他做了不好的事情。幸好燕城州出现，打断了我，让我没有犯下更可恶的罪行。我打听到林展要去旅游的事情，还有父母要对他动手报复的事情。世家豪门就是这样，容不得任何人污了他们的脸面。我用一顿家法拦下了不该落在林展身上的报复。从祠堂出来，我吊着一口气去找了林展。我在他父母的坟头见到了他，他憔悴了些，眼下一片乌青。我想和他好好谈谈，但他很生气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我转移注意力去烧纸，
不知哪来的风带起燃烧的黄纸，我的手被狠狠地烫了一下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排斥。林展的父母不欢迎我，连林展也这么说。我感觉很无助，背上的伤口很疼，但胸腔里的心脏更疼。难道我真的无法挽回林展了吗？回去的路上，我满脑子都是找个问题。因为一次出轨背叛，他就再也不愿看我了。我故意开车撞上隧道，然后打了120，又让医护人员打了燕城州的电话。我用生命为代价，期盼能得到林展关切的眼神，可他连在电话里哄我都不愿意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想死。燕城州发了狠地抽我，他说我在抗拒治疗，他就去找林展报复回来。我住院住了个把月，林展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没给我发过一条消息。某天晚上，我实在忍不住思念，给他打个电话，话筒里传来冰冷的电子音：林展把我拉黑了。真的好狠，真的好恨。出院后，我喝了个酩酊大醉，一把火将兰亭烧了毁了。我报复性的把以前的恶习全部捡了回来。林展不跟我在一起挺好的，这样我能放飞自我。某天在酒吧喝酒时，有人说林展回来了，但他一次也没来看我。我喝酒喝得更狠了，燕城州劝我，被我揍了一拳。那次之后，他再也没来找过我。没有光的时候，连影子都会离开，更何况是人呢？这天，我在厅部那儿听到大厅飘来林展的声音。原来父母为了让他劝我，把他绑了过来。我站在门口握紧了拳头，屏息凝神地听着林展的回答。我想，哪怕他只是因为心软，敷衍地劝我2句，我也会振作起来。可是他说，他不介意把我逼得更疯。他对我好像一丝感情都不剩了。我真的要疯了。我冲进去对他们大吼大叫。林展错开我往外走。万念俱灰时，我听到了他在叫我。他让我不要吼我母亲，他让我好好生活。他好像真的放下了。可是我怎么办呢？我还陷在过去，我忘不了他。我只爱林展一个人，从来都是。我又振作起来，孝顺母亲，接手家业。日子越往后，母亲安排的相亲越多，我全部都拒掉。某天，母亲眼含热泪地问我是不是还在等林展。是啊，她是我唯一想结婚的女人。我在等她，我也不知道我会等到什么时候。或许等到她结婚，或许等到我放弃，或许等到我死去的那一天。